这么说，仅凭一个片段便将地狱修罗的逼格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孟川被黑水真身拖入海底后，失去牵制的妖族大军对北洋港发起了总攻，守军死伤惨重，防线节节溃败，整座港口已经站在了破城的边缘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钟响骤然传遍整个港口，下一秒，整片空间瞬间凝滞，一身重甲的地狱修罗踏空而来，周身裹挟着地狱业火的威压，相传为泰山君座下使者。他没有多余的动作，抬手之间便将数万妖兵尽数拖入地狱空间，只一招就解了北洋港的灭顶之灾。按照设定，修罗执掌地狱之路，在自身领域内近乎无敌，有罪之身踏入其中只会被业火焚尽。数万妖族在他面前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待孟川脱困燕晋赶到时，战场上早已不见妖族踪影。两人从士兵口中得知了神秘铠甲人的事迹，心中既震惊又疑惑，决定先折返南洋港探明局势。而他们前脚刚走，斩杀完妖族的修罗便感应到了白骨残留的魔尊魔气，随即乘船追去。我就要被烧死。修罗的逼格从来不是靠破坏力堆出来的，是规则层面的降维打击。寻常强者清场靠范围轰炸，他出手直接定住时空，改写战场规则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此前人妖两族对峙的战力框架，整个故事的格局瞬间被打开。回到南洋港，守将向二人揭开了1年前大越王都沦陷的完整往事。妖族元帅向柳率大军从时空裂缝降临，踏海而来，势如破竹，王都旦夕倾覆，生死存亡之际，两大强者以性命设局。国士云霄以身入局，化身为龙影，腾霄而起，引9天雷火淬入海穹。大越胜后，则以水龙吟琴音牵引海底龙脉，吐纳龙气结成弥天雾阵，将整座王都化作巨型迷宫，把相柳与妖族大军永久困在了迷雾之中。以两界岛为首的人族势力推行所谓的大迁徙计划，表面看是为民谋生，转移子民，实则冷酷到骨子里。他们只接纳能劳作的年轻劳力和有修行潜力的孩童，将所有老弱病残尽数抛弃在沿岸港口，任由其自生自灭，以此换取修行资源。孟川问起为何没有神尊坐镇港口，得到的答案更令人寒心。驻守此地的周武神尊早在妖族进攻之初便已临阵脱逃，赵二狗当即口无遮拦的怒骂：我操，这家伙不仅是混子，还是个怂包，不周他生孩子没屁眼。话虽粗鄙，却道出了所有人压在心底的愤懑。乱世最刺骨的从来不是妖族的屠刀，是来自自己人的筛选与抛弃。国师和圣后用性命铺出来的生路，到了高层手里，变成了一场冰冷的价值交易。这种来自内部的凉薄更让人绝望。百姓为孟川与燕晋摆下简陋的庆功宴，满是感激地称他们为神尊大人。孟川却淡淡纠正了一句：我们不是神尊，我们只是斩妖人。敬2位斩妖人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瞬间拉近了他与普通人的距离。对这些被全世界抛弃的百姓而言，至少有人愿意平等地看待他们。孟川和那些身居高位者最本质的区别，从来不是战力高低，是评判生命的标准不一样。别人算的是有没有价值，他看的是人命。别人挑有用的人救，他见不得无辜的人等死。随后孟川做出了决定，暂缓驰援两界岛的行程，先行前往王都，斩断时空裂缝。只要裂缝被斩断，妖族就无法持续涌入，这些被遗弃的人们或许就能在这片废土上求得一丝喘息。燕晋本想一同前往，却被孟川以港口虚人镇守为由留下，这既是对战局的考量，也藏着他不愿挚友涉险的私心。就在孟川准备动身时，赵二狗突然跳上小船，施展了一套看似荒诞的二狗秘法，竟当真引出一道金色线路，直通往迷雾深处。他扬言没有自己带路，孟川只会在大雾里空转半个月。哎呀，燕小哥放心吧，孟兄由我来守护。但孟川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带上赵二狗这个决定，转眼就会把自己坑进死局。